明日你找了针线来，缝到帐子里去吧。放在那儿，平日里哪能看得着啊？二阿哥赏赐的多风光啊！依奴才看，堂堂正正放在厅里最好。缝在帐子里，我自己看着心安就是了。福晋，您怀的肯定是小阿哥，怀的是个宝。奴才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您怎么还藏着掖着呢？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了，也不知道贝勒爷会不会生气。怎么会生气呢？爷这些年都没有子嗣，贝勒爷都不知道着急多少回了。莫说是大阿哥，就连二阿哥在爷这个年龄都有什么？恭喜主子。爷，我这还没进屋，府里的奴才就端着奇珍异宝出了院子。好啊，这主子还没答应，你就把礼物收下了，胆子不小啊！奴才不敢。爷息怒，大夫一走，各府的贺礼就送了上来。伊利吉一直跟在我身边，绝没有往外传。葛代亦不敢宣扬。你如今有了身孕，要照顾好自己身子，别说跪就跪。来，坐这。这福晋有了身孕，自然是好事，理应得到赏赐。可你们奴才一惊一乍的，要传出去多不好啊！奴才不敢。都退下吧。是。爷息怒，葛代不在乎什么礼物。如果不是今日头晕，传了大夫来看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。奴才对不起爷，更对不起哥哥。怎么又跪下了？想必东哥一定跟你说过，你如今是主子，别自称奴才。快起来！我没有伤心，也没有生气。可是格格呢？这件事不是你与东哥的事，是我跟他的事。你不用担心，既然有了孩子，就安心的把他生下来。毕竟也是我皇太极的第一个孩子。都是我不好。爷，葛代和您一起去跟格格解释。要是格格心里有怨有恨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憋着。不能了。如今这个情势，不知有多少眼睛盯着我跟东哥呢。你看，这绣弓跟材质都是明朝之物。今日收到新奏上的情报，大明的言官弹劾了辽东镇守李成梁，弃守辽左六堡800里疆土，率兵暴力驱赶几万农户，边境流血无数。大明皇帝已经将他撤了职。我们建州与辽东紧张多年，阿玛已是按捺不住。阿玛仇恨汉人汉武，不是一日两日的事。这赫图阿拉城哪个亲族不知？可这个时候，额齐克跟二哥哪儿来的明朝之物？葛代不知，不懂这些。上次无节岩一战，额齐克消极退避，阿玛杀鸡儆猴。额齐克深以为耻，与明臣暗中交往，以备后路。恐怕这战火还没烧起来，兄弟阋墙
就在眼前。阿嬷削了额齐克兵权，要发兵，自然还要用人。于我来说本是好事。可若阿嬷知晓了，东哥与我有情，不，贝勒爷不可能知道的。怕只是早晚的事。你有孕一事，大夫刚离府，不到2个时辰，我尚未通报阿玛，这么多贺礼从何而来？这阵子我跟东哥也是昏了头，没留神，没想到这府中竟有这么多旁人的耳目。这奴才不盯着外面，却只盯着自家主子的动态，再纵容下去，这还得了？若这个时候阿玛知道了，兵权之事，自然是付诸东流。东哥那倔脾气，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只怕阿玛一怒之下，要把他送出去。不能再让贝勒爷把格格送出去了。外面那些人像饿狼一样盯着格格，格格如果这时候被送出去，哪里还回得来？葛代，明日我就上报阿玛，你有孕之事，求他与你主事之权。只要孩子一下来，你就是大福晋。这府里上下，不管是为了我，为了东哥，还是为了孩子，你都给我牢牢地盯紧了。一定要把那些怀有异心、行踪诡异的奴才揪出来，能换的立马换掉，不能换的就先放着。只是有孕，按理不应该伤身。你又向来那么……我可以的。可是格格他……东哥那边，让我再想想。我今晚还是在书房睡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嗯。这些明朝之物，你悄悄处理了，不要声张。是。也慢走。孩子，额聂真不知道，你这一次来是福还是祸。走了一个李成梁，又来了个熊廷弼。李成梁那是要往我们脸上呼巴掌，可熊廷弼竟是要直直地掐住我建州的咽喉。修保屯粮，安置民心，暗地里督建兵器，以守为攻，没透一句口风，直接断了辽东边境与我建州的马市交易。之前安排的线人呢？我们每年砸的钱都砸哪儿去了？贝勒爷，当初李成梁向明朝皇帝提议修筑六堡防线，正是这道防线的抵挡，建州在边境才收复各部，日渐强盛而不被重视。如今六堡尽数拆除，熊延弼一方面要安抚流离民众，一方面对我建州外松内严，女真数万族人世代以养身贩卖谋生，这马市一进，表面上看起来是自首，其背后的目的，
才更加惹人推测。阿玛，我认为他是逼咱们建州先行进犯，所以三思而行。阿玛，这辽东边境这么多年，我们战也战了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怕什么？不如趁他熊廷弼刚上位，我们打下他几座城池，到时候这马氏，便是他想进也进不了。无知小儿！你说什么？怎么着？这小娃娃长大了，额齐克说不动了？你，哼！大哥，据探子密报，熊廷弼请旨，领兵18万人，驻守在云阳、清河、抚顺、三岔以及镇江等边境阵地。小的战役，他们可以各自为战；而大的战役，他们就会首尾呼应，来回打援。另外，他们挑选的精兵悍将，组织游击，伺机出动，目的就在于骚扰我建州民众的耕地和放牧。要让他们一直这么干，那我们可真有点焦头烂额呀！大哥，臣弟以为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拿着人参上京纳贡，给他熊廷弼一点甜头，先把他稳住了，这样也可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。当下，这才是正事。打？哼！敢问大阿哥，怎么打？禀阿玛，其细细思量，思绪缜密，此时确实暂时不宜出兵，不如商议之后再做决定。额齐克当然觉得不宜出兵。额齐克什么时候觉得能出兵了，才让侄子啧啧称奇呢？不出兵最好，免得到时候避而不战，贻误战机，让侄子们白白去送死。楚英，舒尔哈齐虽没有了兵权，但他还是你的额齐克。他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就连民官的战略部署，他都能够打探得到。这些本领，你可得好好学学。是，儿子一心只想着为建州开疆扩土，无畏向前，是儿子有勇无谋了。战或不战，过后再定。我们能等，辽东边境被砍的那些人参可等不了，过不了2周就会腐烂殆尽，农户何以为生？阿玛，儿子看平日府中附近，葛代与奴仆处理人参，为了能长期保存，常将人参煮后晒干，能存储月余有多，而且功效更益。或者加以泡酒，能储存更久。哦，你府上的葛代也怀有身孕了吧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此女颇有治府之道，可以长势。你有这样一个大福晋，阿玛也就放心了。好，那就号召农户们赶紧腌制人参，剩余的转向蒙古销售。亏损比较大的农户，多给他们一些补贴。至于这场仗究竟打还是不打，也不是一时就能够决定的。额亦都，在。你先去细细打探，之后我们再议。是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还议什么事？我舒尔哈齐府上的人参最多，大伙儿跟我一同回府晒参泡酒去吧。舒尔哈齐，告辞。三贝勒，也说散了吗？哎呀，
病啊，真是病昏了头啊！你们说什么，我根本就听不明白。怎么着，我这回家吃参养病，也是按大哥的指示办，错了吗？罗七哥，万万不可呀！啊，三贝勒是病糊涂了，说胡话了，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了。没事没事，咱们依咱们的，不碍事。罗七哥，现在就这么走了，可把阿玛放在眼里。舒尔哈齐，你敢！贝勒爷息怒啊！三贝勒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啊！此事外患当前，我们应当一致对外。还一致对什么外？我看舒尔哈齐是要把建州基业拱手让人，做一辈子的逍遥贝了。贝勒爷息怒啊！哥哥，这是小厨房新做的点心，可香了。我想吃。哥哥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按理说应该越吃越多才对，您现在怎么越吃越少了？唐朝孟郊说：“饮食弥精粗，衣长诗宽窄。”哥哥爱念诗，奴才听不懂。哥哥您笑了。这几天您门也不出，话也不说，吓得奴才都……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唉，原来我也是如此的没有出息。今天贝勒爷找众人议事来着。是，辽东那边换了个官，听说建州农民的日子不好过。奴才取点心的时候，刚好碰见各位爷议事刚散，好像贝勒爷生了很大的气呢。那大哥没事，是三贝勒爷出言顶撞。多嘴，谁要问他了？对外人称我病了，谁也不见。天气太冷了，等暖和了再出去吧。是。今儿议事议的可真烦，这都晌午了，府上已经备好酒菜，可就等着爷呢。给二哥请安。起来吧。打扰二哥，我家爷温好了酒，想请二哥共饮。你是哪个府上的？儿之敬你。啊，这酒入口细腻，留香又非常之浓厚，好酒啊！来，代山，你再尝尝这个糕点如何？
每次同额齐克一起吃吃喝喝，都是别有一番情趣，倒显得儿侄有些无知了。倒不是你额齐克有情趣，只是这大明地大物博，吃喝自然文雅精致。岱山，额齐克这些年待你如何呀？这些年，多亏了额齐克的照料，儿侄才有今日的出息。你也知道，我与您那3个儿子，纵马饮酒，交集颇深，可谓无话不谈。唉，看到你们平日玩耍，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兄弟5人年幼的时候。我阿玛战死的早，留下我们兄弟5人坎坷求生，一架骑兵。我二哥因为战事，一身的伤病，只能养着。四弟他无后，病死的早。这老五中庸，只有我和你阿玛相互扶持至今。回不去了。额齐克，在呈堂之上有些口角，是难免的事情。就拿前几日来说，大哥有些犯浑，阿玛直接把一个酒杯摔了过去。可是过后呢，儿子还是儿子，阿玛依旧是阿玛。就今日之事来说，阿玛有阿玛的道理，额齐克有额齐克的道理。儿子觉得没有谁怪罪谁之说。岱山，这打圆场的话，就在你额齐克面前收起来吧。额齐克问你一件事：今年努尔哈赤真的不打算向明朝纳贡了？此事你可知晓？是吗？儿侄一直觉得是狗奴才乱传的呢。我舒尔哈齐血战沙场数十年，他努尔哈赤身上有多少伤，我只会比他更多。你额齐克，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，只是这些年来晋州收复各部，兵力和粮草严重匮乏。如果此时贸然出兵，那我兄弟2人苦苦打下的这番江山，还有我爱新觉罗的血海深仇，岂不都辜负了？额齐克，阿玛的性格你也知道，不是谁想劝就能劝得动他。额齐克的一番苦心，儿侄倒是觉得是。他努尔哈赤是劝不动，但是我不能看着他一步走错，步步皆输啊！我已经盘点好了私财，纳贡一事，他努尔哈赤拉不下老脸来，我舒尔哈齐便替他去一趟。岱山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坦坦荡荡地告诉额齐克，敢不敢与我同去？爹，这菜都凉了，要不奴才给您热热？岱山，收拾好行李，即刻就来。额齐克，
晚些时候再见。那三贝勒送过来的酒水，还有礼品，全在仓库里存着吗？是，都好好存着呢。哦，倒是有一幅灵童弄礼图，上次8阿哥的葛代附近有写，大福晋便替爷做主，当做贺礼送了。糊涂！什么时候送去的？哦，这已经是2个月以前的事了，大福晋亲手选的。老八也就罢了，其他府上的有送什么吗？除了那幅灵童弄礼图，便再没有了。统统都给我烧了！爷是说？我是说，把三贝勒府送过来的所有礼品，统统都给我烧了！把酒水倒到水井里，现在马上去给我备马，我要去一趟舒勒贝勒府。可舒勒贝勒爷吩咐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悄悄的备马，不许让任何人听见。赶快去！是。二阿哥，贝勒爷真的已经就寝了，奴才不敢放您进去啊！别挡我的路，是望虎进的正事。可是大福晋还在里面呢。他在何地啊？如若不报，明日定斩了你的脑袋。儿臣给阿玛，给额聂请安。什么事儿啊？城中突发异变，代善不敢不报。住！把后门、侧门都给我封好了，跑了1个人，你们都提头来见我，给我冲！来！三贝勒呢？舒勒贝勒尚未下令，谁敢对福晋和阿哥动刀？爷已经走了，你们要带人，我们随你们去。好，全部带走！是。走。好，走。好，快，好。荒唐！140人。舒尔哈齐堂而皇之的带着140人出了赫图阿拉城，若不是代善赶来向我禀报，你们何时才能知晓？都城兵将都是养来做什么的？爷恕罪，我问了守城士兵，三贝勒是拿您赐的令牌出的城，说是出城狩猎，普通士兵不敢拦他。边阿玛，儿臣知道消息之后就立刻来报，可不曾想，额齐克竟然走得这么快。还请阿玛降罪。这不怪你。一起打天下的兄弟，竟拿着我赐的令牌，大大方方的开了我的城门，弃我而去。好，他既然敢走，便不再是你们的额齐克，也不再是建州的三贝了。呼尔汗传令，呼尔汗在，抄没舒尔哈齐所有家产，其7眷子嗣立即斩杀。部将还留下谁呀？部将乌尔坤尚在。乌尔坤，好啊。他要效忠舒尔哈齐，我便成全于他，让赫图阿拉的人见见他的忠心，把他给我吊在舒尔哈齐府门口的树上活活烧死。请阿玛息怒，兄听毕新官上任，铁石心肠，只怕他知道阿玛如此惩罚的话，
会笑话我们建州内讧，到时候引兵来犯。现在，额齐克已经前往辽东，准备上贡，还不如我们先看看熊廷弼的反应，再做决定，也不迟啊。舒尔哈齐只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还请贝勒爷顾念兄弟之情，念在他为建州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手下留情。他这样轰轰烈烈的走，不只是背弃我努尔哈赤，背弃了建州，更是当着世人的面嘲笑我、羞辱我。我若宽恕他，岂不是让天下人以为这赫图阿拉城谁都可以来去自如吗？阿玛，额齐克虽然走了，但是妻眷和子嗣还有部将，一个都没有带走，可见他还是心系建州，并无冒犯之意。乃善，我知道舒尔哈齐待你不薄，你额聂走了以后，也是他一直在照顾你。可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谁的儿子？请阿玛息怒。皇太极，你也想忤逆犯上吗？不，儿子以为该杀。接下马氏刚进，舒尔哈齐不顾阿玛指示，私自上贡，那是逼着阿玛在盐城。如若大明接受了舒尔哈齐的上贡，那熊廷弼必定会耻笑阿玛胆小怕事、阿谀奉承，恐怕日后会更加有恃无恐。如若大明没有接受上贡，那岂不是我们建州自损颜面？还有这边境数万卖不掉的人参，辛苦过冬的民众，岂不迟了？八弟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他可是我们的额齐克呀。舒尔哈齐犹疑心软，阿玛却更加要铁下心肠，表明立场，让大明那狗皇帝看看我建州不怕。儿子恳请阿玛抛开兄弟之情，以建州颜面为念，杀鸡儆猴，加以严惩。皇太极，你才一时几天呢，就口出狂言！舒尔哈齐可是你的额齐克，是同你阿玛一起收复建州、统一各部的功臣。阿布哈教训的是，舒尔哈齐的确是我的额齐克，是我的长辈。论军功，他更是我的榜样。可建州的首领只有一个，建州的颜面也只有一张。边阿玛，舒尔哈齐应当抄家，但是他的家眷一定是被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。还请阿玛细细思量，仔细考虑，还请阿玛息怒啊！皇太极，你觉得呢？回阿玛，既要论起功过，阿尔通阿、扎萨克图奢靡无度，杀了也罢。乌尔坤是舒尔哈齐的亲信，却没有劝主效忠，罪应严惩。次子阿敏多有军功，可暂时收监不杀。基尔哈朗年幼，也可交与正直之臣，慢慢教化。至于其嫡福晋、侧福晋，皆是重臣之女，可暂时幽禁，以正视听，也算是给舒尔哈齐留个退路和颜面。胡尔汗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我即刻就办。
撤！八弟，二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阿玛面前保全阿米，还有额齐克的家眷。只是额齐克这一走，真不知道如何收场。怕是过不了多久，还是要回来。到时候阿玛如何处置，你我就真的一点也劝不动了。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吧，我若是他的话，便不会回来。辽东的官吏怎么敢留他？怕是恨不得绑了他扔回建州，正好坐山观虎斗，不是吗？额亦都在阿玛一家起兵的时候，就陪在他的左右。额齐克跟阿玛也都是过命的关系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宛如剜心割肉一般。只是你在阿玛面前进言，那额亦都又是你的岳父，恐怕他很难理解你的用心良苦。委屈你了。在我心中，只要有一个人能明白我就好。是阿玛，对不起你们。爷，怎么样？奴才，你头发怎么了？那个姓熊的，先是告病，拒而不见。奴才谨记贝勒爷的嘱托，日夜敲门。那个熊府的士兵，却把奴才的头发给剪了，嘲笑奴才是大土狗，把奴才打了一顿，扔出了城外。奴才对不起贝勒爷。祸是我舒尔哈齐一个人闯的，他努尔哈赤要罚，便罚我一个人；要杀，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吧。爷！只是打入了地牢。是。看来贝勒爷还是顾念兄弟之情的，只是难为了这舒尔哈齐，还敢赶回来。谁经手的呀？这事儿8阿哥。奴才该死。下了也下不好，不下了。输吧输吧，不怪你。奴才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既然有此一问，便是不当讲的话了。舒尔哈齐的事公开了吗？还没有，奴才也是打听到的。那今日我们的宴会，就当做不知道好了。是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是。
谢谢。二弟，你风采不减当年呐！啊，这不带那杜甫、季兰出来了，一众小姑娘都围着你打转呢！啊！来，真是啊！哎，你瞎了吗？别拦着我！你不能进去，哥哥。你放开我！走不到叫做远方，爱不到叫做遗憾，别执迷，别纠缠。我站在缘分这端，遥望着爱情彼岸，不寂寞，不孤单。思念才剪不断，惆怅离还乱，悲喜放一旁，真心一人一半，要用一生浇灌。长路漫漫，要让